我说这网红的钱呢，还真不能都赚，还是得有点良心。我老公上个月植发了，当时我们去做手术的时候呢，那个植发机构的领导不在，然后我们回家呢就发了一个视频。我吧怕观众以为我们打广告，我就把这个机构的 logo 全给打码了。视频发出去，他们领导发现了，立马跟他的下属说：“那这么大的网红来咱们店做植发，你们还不想点营销策略？赶紧联系他们。”然后他们团队就找我们了，说：“哎呀，这大胖媳妇在我们店植发，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。你看你们后续能不能再发2个她植发的视频，然后别打码，把我们品牌大大方方露出来，我们付广告费。”我当时吧有点不太敢接，我知道医生确实是尽力了，但到底啥效果咱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同事就跟大胖媳妇说了，大胖媳妇当时乐的脸都变形了。在我们眼里吧没多大事儿，在他眼中老大事儿了。他认为这是他接的第一个明星代言，而且这个代言费他认为跟我张彩玲无关，他理应私吞，给他乐的整个加拿大西海岸全知道了。然后1周过去了，2周过去了，我爸的股票都涨了，他的头发并没有。找我们做广告的人吧也一直在观测我们的短视频，观测了3周之后，人家不提花钱做广告的事儿了。我猜他们现在也想花钱，但不是花钱让我把品牌露出来，而是花钱让我把品牌打码，最好盖得死死的。大胖媳妇就着急了，她说：“我觉得这植发效果挺好啊，我一共就这些毛囊可以用，那谁还能给我植成刘欢老师啊？可能大家还是没仔细看，为了推动代言，我得努力让大家关注到我的植发效果。”于是到了铁岭，他就勾引所有人看他头发，从而夸他，还让我录。我们跟我姥吃饭，大胖媳妇就把帽子脱了，说：“姥姥看我的植发。”我姥说：“啥叫植发呀？”我说：“就是把秃顶的地方盖上。”我姥说：“啊，挺好，他该植，啥时候去呀？啥时候去呀？”大胖媳妇上火，躺那说：“哎，咋还不找我代言呢？等啥呢？”我都不忍心伤害他，告诉他实情。我说：“你先睡觉，别上火，睡不好那头发能长吗？”我就买了雅朵星球深睡被 Pro 双层的，控温又排湿，我怕冷他爱出汗，正好完美解决。不用被套，贴肤软和，脏了拉链一拉，机洗烘干，换季也不愁。大胖媳妇脑袋能不能发芽不知道，睡觉应该是没毛病了。大胖媳妇认为这些有头发的人一定看不懂植发的效果，于是他走向了铁岭老公园，那里的男人懂他。到了老公园，他钻到老头堆里就脱帽。导致老头寻就开始传。公园西北角来了个老外，见人就脱帽，这么有礼貌，是不是一个传教士？然后有个老大爷问他：“你是哪国的？”他说：“加拿大。”这个老头就冲另一个老头说：“我知道是谁了，来那人是大山，上完春晚能吃了。”听话的老头耳背，跟下一个老头说：“来那个人能吃，昨晚把大山吃了，大山吃了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就没有一个人有植发经历的吗？”他就问我爷：“这里有植发人吗？这有没有植发人？这有没有植发人？是录音图片看。在这里没了。终于碰见一个老头，非常友好。大胖媳妇冲他脱帽，他根本不知道大胖媳妇在干啥，反正看老外脱，他也随一个。大胖媳妇说：“我四面都不错，就剩中间这1寸了。”大爷说：“巧了。”我也就剩中间这1寸了，咱俩你说说，凹凸互补。大爷问大胖媳妇：“你这咋整的呀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植的发呀，你咋整的？”大爷说：“我随我爸呀，我随我爸呀。”哎，这圣诞不是刚过去吗？马上迎来下个月我们中国的春节，这是东西方2个最盛大的节日。然后我就对大胖媳妇进行了一个小采访，让她聊一聊圣诞文化和春节文化在她心中的小 PK。首先聊一下她更喜欢春节的地方。首先就是她非常迷恋中国的烟火文化，她非常震惊，在中国放烟花，普通老百姓居然自己就能放。咱们可能觉得没啥，但在国外，他们如果想看烟花哈，一般都是到市中心就景点类的地方，看那种大公司赞助的就盛大的烟火表演，那玩意儿要整老贵了，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买的。所以你看到的不是高耸入云的烟火，而是无法触及的资本。所以9年前，应该9年前，他第一次来中国过春节，来铁岭，给他吓坏了。我爸搬来一个100发的大礼炮，他以为我爸是铁岭爆破局的呢，就挪用公炮了。后来发现那100炮就只是个开端。第2天，我老姑父又搬来一个300发的，我舅爷又搬来俩。他想，哎呦我的妈，他家导弹军火就这发数，要够女王登基的了，够女王登基的了。话音未落，对面楼连放4个烟花，还是带字儿的“财源滚滚”。他特地跑一边去看去了，结果放财源的时候，吓得把眼睛闭上了，眼睛一睁，滚滚。不是，你说这扯不扯？眼睛一闭一睁，尊严就没了。第2点，他喜欢春节的配色，他们圣诞节的配色呢是红和绿。本来吧，从小长大，他也不觉得这俩色有什么毛病。但随着他后来在中国待的时间变长，对很多文化有一些了解之后，很多事就变了。比如去年圣诞节，他在温哥华，我在北京过圣诞节的时候，他妈就给每个人发帽子，就给他发个绿的。他说，我当时吧也不是不能戴，但就觉得哪里不对。我们遥望着大洋彼岸哈，别人看到的都是波澜如此平静，我就看到一朵翻墙的红线，但我又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。说这点还是春节好，不玩撞色。就是红，穿圈都是红的，里边也是红的，你穿个红裤衩的，这个有吗？这是我的啊，我说的太少了，
让他最爱不释手的当属搓澡。实话实说，他第一次来铁岭搓澡是给吓跑了，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。有些事一旦养成无法倒退，以至于回到加拿大非常不适应。有一次在温哥华过中国春节，没有搓澡的地方，早晨在家冲了个澡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就是心里可不得劲儿了，就觉得自己那个年过得特别脏。”这是他觉得春节的加分项。当然了，他对春节也有自己要吐槽的点。首先，他不能理解铁岭妈妈们的烫头文化。他说我就没有见过铁岭城那么团结过。平时各有各的发型，各有各的 fashion。30的头一天，一夜之间头型整齐划一，所有东北中老年女性都烫成了油油亮亮的小卷，穿着是清一色的羊毛衫。这个区域不是小钻就是亮片，我本来就分不清就该管谁叫啥，就靠头型记呢。统一度量衡了，统一度量衡了。最后一点就是他不适应春节走亲访友时候大家的寒暄方式。他说就每次我一进屋，肯定是哎呀妈，这小子你咋胖这样的？这头发没剩几根了。而且我胖吧，他说我胖。你不胖吧，他说你瘦。在中国长辈的眼里，就没有一个身材匀称的人。你就没听说谁一进屋，哎呀妈，这姑娘长得匀匀称称，正正好好，不可能，非胖即瘦。他们的眼睛就是尺。他说我这一点真是不太适应啊。我们圣诞节一见面，那打招呼就是Oh, you look beautiful。哪怕这人真说今年哎呀妈缺个眼睛，那也不能说呀。说实话就如果我3年没回加拿大，我回家一进屋发现我妈400斤了，那我也是啥也不会说的。她400斤她自己不知道吗？但是过年咱去你家那串门，哎呀妈，瞅这大脸，这肚子，你吃多少了？这咋整的？脑袋长样啊？去年还能有47根，那今年能25根啊？他说。你说你奶1.51米小个，怎么老是说我头发呢？大过年的来都来了，我不知道这人世间的误会怎么就这么从天而降到了我家呢？咋回事呢？大胖媳妇接受了一个采访邀约，这个采访很重要，她在家好好准备了2天，就准备这个记者可能会提出的问题。哎呀，那小词儿都背好了，说好了这个记者是3点之前来，这个时间呢，俺家别人都不在家，大胖媳妇在家怀着这个紧张、激动又忐忑的心情，等待着这位记者朋友的造访。然而呢，我妈最近老腰疼，我前天就在手机软件上给我妈订了个上门按摩的师傅，今天来。但是呢，我妈今天早晨突然跟我说铁岭有事儿，早上从俺家走了回铁岭了。我呢把预约按摩师傅这个事儿给忘了。2点钟，人家师傅准时上门了。大胖媳妇寻思，这个点来的，那肯定就是要踩我的人。师傅寻思，家里就他一个人，那肯定就是我要摁的人。于是这个城门楼子和胯骨轴子2个孤独的灵魂，哎，就这么一拍即合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三十多，好，谢谢。怎么上门啊？我是李师傅，我也李师傅。你好，开门在哪里？看我。拍，按完就拍，你准备好了啊？然后我们就开始。快多少？我还是站起来了。停住了，我站起来，要不然我没法停住。你坐着，对，我一起坐。啊。按摩师傅觉得这人有点毛病，想赶紧摁完拉倒吧。你哪里最不舒服？大胖媳妇就想，这记者给我挖坑，我可不能掉进去。哪里懂了师傅？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，中国有很好的美食文化，真放精神，不是中国会员。第一个问题，大胖媳妇认为他给出了满分回答。下边的环节，他套用了一个百搭公式。他准备采访的时候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说这个记者万一跟我说的什么词儿，我没听懂怎么办？”我说这个事儿吧，有时候我听英文我也有听不懂时候，我呢就重复他说的这句话的最后几个字，然后给一个官方笑容，比如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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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telligent， 就这样。那不是放啊，对不上，我们先处理煎饼啊。水煎吧。家里的尴尬气氛到此刻达到了白热化，2个人都不约而同的拿起手机寻找外援，这个外援就是我。那外援笑还来不及呢，我怎么可能告诉他是咋回事呢？帮不了他，我能做的就是给他用了我的科颜氏溜溜瓶，这脸又是起皮黑头还有疙瘩，上镜糙的不行，用这个有3种酸来层层焕肤，效果超快，用完脸细腻光滑，还很温和，随便用。记者马上要来，快速平滑帮大胖媳妇找回状态。回到家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对劲儿的？他说实话实说，我前20分钟都是懵的，以至于他问我关于按摩、拔罐等问题，我还寻思，哎，考中国传统文化，我题押对了，我还搁那扣题呢。我们现在躺平吗？躺平啊！不要，需要你这样看我，我看你啊，你可以这个做，你坐着也行，你坐着我站着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？啊，本校长报纸上倡议岁数。不错，说的挺好。你平时按摩吗？我不怎么按，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中医文化很有意思。对，说的非常对。来个法官，我也会法官，我喜欢。法官是中国文化的遗产。